怎么可能每天都是过着重复的日子呢？今天的大雾这么浓，今天的脸比昨天肿，今天用光了1管面霜，今天新长了9颗闭口，昨天吃垃圾，今天吃有机。在一起。真的很感恩大自然的馈赠。而后在雨后清晨的气息中，看一本新书。撸狗。我今天看的这本书呢，是《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想分享一下这本书第1页的有几行话：我患抑郁症已经25年了，抑郁症让我的大脑时常被宛如黑色流沙一般的消极淹没，有时候又像身上有层层厚重的乌云压着，令人无法思考和行动。如果能强迫自己离开沙发动一动，抑郁就会有所缓解呢。而如果能走出家门，到屋子后面的树林里走一走，那些消极思绪纵使无法完全消失，也会大幅减少。它的第1页就有说这么几行话，然后整本书顾名思义，大自然治愈了我的抑郁症，这简直就适合我最近几期想要给大家分享在抑郁情绪这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不谋而合。我感觉读这本书就好像遇到了知己一样，特别喜悦。奶奶，出去玩，出去玩，走。沿着百合花紧密簇拥之间的一条泥土小路前行，有意植物的状态，只是下了1个晚上的雨，就新长出来了好多小野花，沉醉它变化多端的色调。若是在花丛中寻找到一只蜜蜂忙碌的身影，看见它采到了这么多蜂蜜，我会在精神上倍感慰藉。我日渐沉迷于河边的每一颗石头，每一株植物和每一只飞鸟。沉迷于跟着金小暖一起在人烟稀少的自然中嬉戏，同时关注到在自然中碰到的阿仔，喜悦我可以做到清理它们。就这样，伴随着我对一切细微之处的关注，我在自然乡野散步前行的每一个脚印，随着我对自然的亲近，对自然的好奇与敬畏，那些凡尘俗事总是持续不断给我带来的烦扰焦躁，居然被渐渐地减弱了。你看，金小暖给你洗个澡，嘴皮子都出血啦！揍你！今天看的这本书的封面上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跟情绪做斗争，却忽略了最好的心理医生就在我们身边。按照我的体验来说的话呢，这句话是，但也不全是，不是一定要跟情绪做斗争的，我们还可以转换心态跟他交朋友。怎么说呢？就拿我刚刚看《阿凡达》来说，当我看到远超人类智慧、远超人类哲性，也远超人类力量的图坤发出一声声惊浪的嘶鸣，终于开始反击的时候，我突然顿悟，在那一
刻，好像福至心灵一样的感觉。我突然无比庆幸，我会感受到并且能感受到痛苦，感受焦虑，感受愧疚，感受愤怒，感受不安，感受紧张。同时呢，我还能感受幸福，感受喜悦，感受亢奋。也许正因为有这些难受晦涩的情绪在，我才能够懂得分辨出正义、美好、尊重等等等等所有美好的方向在哪里，并且告诉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空间。我体验到的是，痛苦往往会激发出我们的神性，而喜悦、亢奋会帮我们找到热爱和自我、真爱以及真我。我之前总是听好多人说要接纳情绪啊，还要怎样去控制住负面情绪，怎么样排解情绪，还有就像这本书说的，怎么样跟情绪做斗争。可是居然没有人来告诉我情绪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原来情绪其实是很有用的东西，只是我们要学着更有智慧一点，觉知要更高一点。当有一些情绪它噌的一下冲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平时日常中就要多通过一些方式去刻意的练习，这时候还能有一个意识去很灵敏的觉察到当下的这股情绪它又在指引着我们什么。负面情绪我觉得也是很宝藏的存在哦，所以呢，不是一定要跟它做斗争这一个选项的，我们还可以转换心态，跟负面情绪交朋友啊。OK， 我们就一起慢慢体验吧。这期就先拍到这里啦，晚安，我是阿咪，再见。